幕后破译的默契，白鹿与程毅用看见彼此的方式照亮一幕，第一眼的悸动、心动从何而来？第一次同框，许多人说自己被定住了。白鹿的笑意像微光，柔和却不退让；程毅的沉静像山影，克制却有温度。两人并肩而立，气质的差异不再是缝隙，而是让彼此更清晰的轮廓。镜头里，他们并不抢对方的光，而是像两束互相成全的色彩，交叠处恰好是观众心口一颤的地方。所谓心动瞬间，并非突如其来，而是长期积累后恰到好处的一次对焦，眼神的语言，无需台词的对话。有人把他们的对视剪成无声短片，配上极淡的背景音，依旧令人平息。白鹿抬眸的一瞬，轻音里藏着决心；程毅还以注视克制里托起了安定。一个向前，一个接住，像是默契写就的双重保险。没有一句台词，所有的弧度、停顿、呼吸，恰似在说：“我看见你。”这份看见不是猎奇，不是占有，而是带着尊重的靠近。花絮破译，数据之外的答案，播放量破亿只是表象，真正让人愿意一刷再刷的是细节的诚恳。灯光变换时，程毅会微微侧身为白鹿挡住刺眼的反光；高难动作时，白鹿会提前做位移，只为给搭档留下更顺手的走位。镜头外的小动作不是炫耀，而是习惯，那种把对方当成伙伴的职业习惯。数字能带来热度，但唯有细节才能带来信任。排练式的呼吸法，默契如何长出来？默契从不凭空降临，它是一遍遍试错与磨合。一次对戏，白鹿在情绪峰值时选择了更克制的处理，程毅当即把语速降了半拍，让情绪有回旋的空间。又一次，程毅主动把目光焦点从自我表达转向对手的情绪，白鹿顺势接球，完成了递进与爆发。所谓演技相长，本质是把自己的节奏让出一部分，让对方的光在你的陪伴下更完整。从质疑到反转，用作品说服世界。最初的质疑并不温柔，有人担心他的柔美撑不起角色的厚度，有人怀疑他能否兼顾贵气与灵动。但当定妆照与片段释出，风向突转，白鹿眼底的忧思像深水里的一道光，程毅的沉稳则让故事落了地。人们发现，所谓合适不是标签先行，而是作品给出的答案。反转不是偶然，是他们在专业里一寸寸向上攀登的必然。两条轨迹依次对焦，成长的节拍，他不做舒适区的俘虏，在多元角色里练就转场能力。他在武打与动作中打磨身形技艺，用身体书写角色的信念。两条看似平行的路，在一次合作里对焦，你能看见他的果敢被他的稳重托起，也能看见他的克制因他的灵动而更有弹性。观众喜欢的不是某个设定，而是这份互补里呈现出的完整与丰盈。不是竞争者，是并肩者。在光与影的世界里，彼此都拥有各自的赛道高度。外界喜欢用排名热度去比较，但他们的相处逻辑始终是相互成就。若说竞争，那也更像同向奔跑的良性加速。你在前方的时候，我为你挡风；我需要驻足时，你替我守住身后。真正高级的同框是彼此的成长都能在对方身上找到证据。境外之手，把对方放在心上。一次夜戏拍摄，温度极低，程毅拍完先退场，却回头提醒工作人员给他加一层保暖。一次高空场面，白鹿主动要求再试一次，只因他的动作节奏会更顺。这种把你放在我的考虑里的微小举动，看似平常，却是默契最可靠的注脚。荧幕之外，他们用具体的照符缝合了很多看不见的疲惫。风暴之中，站在一起的姿态。当舆论裹挟而来，最需要的是站在一起的姿态。他用作品回应情绪化的审视，他在公开场合给出最直接的支持。合作就是信任，这是简单却有力的宣言。因为信任，才能在最嘈杂的时候不被拉走。因为信任，才能在最艰难的节点继续向前。他们用并肩的方式给搭档二字做了最动人的注解，真实与分寸，把浪漫交给角色。戏里，他们完成了许多人心中
最理想的写手。戏外，他们把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没有喧哗，没有暧昧的错位，而是把所有的情绪张力都放回到角色中。尊重不是疏离，而是专业的边界。最懂得告别私心的人，反而更能成就作品的公共情感。被看见的自己，观众为何共鸣？为什么无数人会在他们的对视里泪光盈盈？因为我们看见了努力被看见的样子，看见了我在这儿，你放心这句话背后的可靠。每一次节奏的互相适配，每一个眼神的轻轻托举，都是在说你不是一个人。观众在他们的关系里照见了职场中的互助，生活里的扶持，心灵深处对被理解的渴望。职业伦理的美，把难处揽在自己身上。真正的专业不靠喧闹的宣言，而是一次次把难处揽在自己身上。他为保证情绪的连贯，宁愿反复跳度细节。他为了动作的完整度，常把失误扛下来自己复盘。他们不急着争功劳，只忙着为对方拆难题。当一种职业伦理变得可见，它也就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。热度之外，是可持续的创作关系。热度会退潮，播放量也终会归零，但可持续的创作关系会留下来。他们建立的不只是一次合作的成绩单，更是一套可复制的相处法则，彼此成全，相互校正，共同向上。今天的默契来自昨天的练习，明天的惊喜来自今天的笃定。这是一种将来时的信念，把每一天都当作下一次发光的地基。观众的力量，你在，他们就更好。一个好的搭档组合从来不是孤岛，他们的每一步都被无数双眼睛温柔托住。正是那些一遍遍循环播放的你们，给了创作者继续精进的理由。观众的耐心决定了作品能走多远，观众的目光也在决定创作者更愿意成为怎样的人。当我们选择相信与等待，世界就会多一份从容。如果再次相逢，更高处见，未来是否再度同框，谁都没有标准答案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已经在彼此的履历里写下了不可替代的一笔。即使分开行走，他们的名字也会在不同的坐标上互相照亮。某一天，当他们再次并肩，或许无需任何铺垫，就能把心动瞬间升级为共同时刻。写给正在路上的你，白鹿与诚意的故事，并不只属于荧幕，它也属于每一个正在坚持的人。被误解也不退场，被比较也不失衡。在风声最紧的时候，不急着喊话，而是安静地向前。你不必渴望一夜成名，只要在每一次接力里认真奔跑，就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被世界温柔点名。当我们谈论默契，我们在谈什么？默契不是投合，而是互补；不是重合，而是对焦。它要求我们在表达与聆听之间找到尺度，在自我与诚实之间找到平衡。它的光因它的托举而更柔亮，它的影因它的灵动而更深远。这种双向奔赴的美，让人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高举高打，而是我们在一起，彼此更好。把掌声留给努力，把浪漫交给作品。他们不是情侣，却更懂得信任；不是战友，却更懂得依靠。荧幕前，他们把所有的浪漫交给角色；荧幕后，他们把所有的认真交给时间。热度会消散，真正留下的是一种可被复制的勇气与方法，在各自的坐标上坚定、清醒且温柔。愿我们都能学会这份分寸与光亮，做彼此的支点，做自己的山峰。感谢与互动，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白鹿与诚意的故事触动，请为他们的坚持点个赞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你觉得他们之间的默契来自哪里？别忘了订阅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感动与精彩。